后来认识现在这个男朋友，他对我挺好的。之前对我的要求就是我对他好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把工作辞了，在家好好的照顾他，好好的陪他，他就觉得我不工作，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，就知道在家里待着。这种生活真的让我觉得压力挺大的。上班的时候呢，他又嫌我没有时间陪他，整天跟我吵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怎么样对他，他才能高兴。当一对情侣当中有人问出来全心全意对你好，你怎么还嫌不够的时候，实际他们的关系真的就出现问题了。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七，26岁，来自哈尔滨无业；女主人公小丽，26岁，来自哈尔滨，是一名营业员。在你们的身边有一只密码箱，这个密码箱里面写的是你们没有告诉对方的一个秘密。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到最后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好，来，两位有请。两位是在网上认识的是吧？是的。网恋了多久就见面了3个月吧。到现在为止，大概恋爱多久？3月份开始确定恋爱，到现在，快有小1年的时间了哈。对。也，在这个小片里面，你也说到了，你为了他把工作辞了是吧？为什么为他辞工作？他其实以前啊，真的非常需要人照顾的啊哈。他看见谁都战战兢兢的，好像很害怕的样子，身体还不好。我就想一直在好好的照顾他，让他调理过来。怎么了，姑娘？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，但是呢，他对我挺不好的，经常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我实行家庭暴力。在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他就把孩子踢掉，所以我很害怕，然后我就决定离开他。但是他拿我父母的性命威胁我，然后我又回去了。直到后来在网上遇到他，这个时候我就决定我一定要离开前男友。陶老师，这个伤害会不会很大？对女性来说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阴影，并且本身他的这种方法也不是我们所建议提倡的，就是去指望着另外一个人来拯救你自己。你一定是自己先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才能去找到一个更好、更合适或者说更健康的一段关系。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下一段关系它的形式可能会有所变化，但是它的问题依然会存在。就是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解决，对吧？你过去做什么的？辞职之前？我是司机，给一个老板开车。辞职就是为了照顾他，把他从那个阴影里拽出来，对吗？我其实也挺不喜欢那个工作的，也是确实是干够了。再一个，他的这种情况，我想把那个工作辞了，然后好好的照顾他，并且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梦想。小伙子还是蛮坦诚的，他不是把辞工作这件事情完全都推给你，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梦想的原因，这不能叫梦想不现实。他每天就知道画画，你能把那些画画成人民币啊？你有梦想吗？你有喜欢的东西吗？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回到家之后什么都不做，看电视剧。我喜欢我有一个温馨的家。他给你了吗？我没有给你温馨的家吗？我每天3顿饭给你做着，家那边冷，尤其现在，我晚上睡觉前还把被窝给你捂热了。我每天接你上下班，这都是我辞掉工作之后啊。那你只有上下班，那除了上下班的时间呢？其他时间你不能工作吗？我现在不是在全心全意的照顾你吗？那你以这种状态，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呢？靠我的工资。他养你了哈？不完全是，我租出了一个。他把家里房子租出去一间。我家在哈尔滨那个地段还不错，也能租上点钱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大的房间、阳光好的租出去了。哎，你可以26岁就自己有房子了。这个是父母留下的，我父母离异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跟我在一起了，他们现在也各自有家。我是从小在奶奶那儿长大的。2个苦命人在网上相遇了，有这么一段爱情，干嘛那么抱怨他呢？他有自己的理想，现在的生活又不是那么拮据吧？因为房租也可以。可是理想跟工作也不耽误呀。半年多没有去找工作，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，听我的吗？除了画画就是跟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。我没有吧？我每天在照顾你，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吧。你现在就是一个家庭妇男。
我是家庭妇男啊，比起你之前的那位好多了吧，兄弟。你这么唠嗑，你有朋友吗？你之前刚认识我，我们是什么样子，对吗？你见到谁都很害怕，就见到我都害怕。我抱你一下，你都好像感觉我要伤害你的样子。你看你现在，你再在这跟我吵，说明我把你从之前的阴影已经拉回来了。我提醒你啊，不许提他的以前。我问你啊，你画画大概有多少年啊？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东西，一直在画。后来也是家庭不是很好，我也没有专业的去干这个啊。那你现在还愿意找一份工作吗？我想找我喜欢的，现在真没碰到我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？我想就像别人一样，在大街上给人画像，但是我扔了很久了，我真的现在没到那个程度。那你看啊，他其实有他的难，我们体会一下，他没有谋生的手段和技能嘛，这方面你能体谅吗？不是说我现在要。那我给他报了培训班了。什么培训班？跟电脑有关系的。那你去上了吗？我去上。他撒谎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能接我上下班，我就能接你下课。我去问了，老师说没有你这个人。你给我报的那个培训班，我没有兴趣。没去，你倒是告诉我，把钱退回来呀。你们在生活是不是很难，姑娘？收入比较少。你用他的钱吗？我基本不花什么钱。我把密码和卡都放他那了，偷摸刷卡都不告诉我。有一次刷了8000，给我奶奶买了个按摩椅。我花这钱也是为了我们2个人以后。我奶奶自己住套房子，现在要动迁了，对她好一点。等到动迁的时候呢，我能拿到点钱。早想什么了？奶奶从小把你带到大，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跟她一起住呢？干嘛目的性那么强呢？我对奶奶好也是发自真心的好，只是现在赶上这件事儿了，想要那笔钱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用找工作了呗？不找工作是暂时的，我没有说永远都不会找工作。姑娘，你希望的是什么呀？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我希望他有一份正经工作，不管你挣的多还是少，但是你要有上进心，不要总在家里待着。梦想我不想耽误你，但是如果你连工作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实现梦想？你拿什么画画？你拿什么买画纸？他不是把房子租出去了吗？房子我根本就不想让他租，太影响我们的生活了。你想到的全是我对你不好。我有给你买过戒指吧？说你买那戒指我都疯了，借钱买的那戒指不属于我的。借钱我会还给人家的，怎么不属于你的了？借钱买戒指，你不怕你朋友笑话你？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于婚姻不重要。我觉得重要。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不工作，不听我的劝说，没有必要走下去了。而且我对他有一些愧疚，我可能没有勇气说出来，但是我写到密码箱里了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我不想和他分手，我是真心喜欢他。那他提的要求很简单啊，找一份工作 OK 啦。你知道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，你得生活呀。我不会一直这样下去。我想，我现在把我的画，我先在家再钻研一段时间。如果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真的不行，这段时间有多长？1年。我还有多少个1年呢？我都快30的人了。1年的时间能给吗？在心里面你爱这个男人吗？你还是爱他的是吧？好吧，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跟你们聊一聊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是极端理想主义者，女生是极端现实主义者，但他们俩在一起的开始毫不令人意外，在男生心目中就好像是一个翩翩公子搭救了一个落难小姐，而这个女生就觉得是在一片灰暗中见到了一个能拯救她于水火的人。但是生活它永远是在变着的，人的心也会根据生活每一阶段的不同，心境、心态、要求都会不同。男生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所以他站在原地根本就没有动，但是女生她在渐渐走出来了，而且可能恰恰是因为她过往的经历，让他对现实的要求比一般的人会更高。对，其实我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女孩跟这个男孩分开，是因为有难言之隐，并不是说他真正拘泥于他的工作，他只是想要男孩再多给他一个支撑走下去的力量。你哪怕能完成我这一个要求，我也能跟你再多走一段时间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想看那箱子嘛。刚才思思说这个女孩一定有难言之隐，才造成如此的纠结。然后看咱们当事人马上眼泪就出来了。
你男朋友不工作，究竟是不是你想跟他分开的主要理由？不是主要理由，但也是原因之一。这女孩走到你身边，其实你心里知道是为什么？她是来疗伤的。前面有恶魔，你就变成了天使；前面没人关心，你的爱就变得特别珍贵。但是兄弟，这种东西能持久吗？我会持续下去对她好。对呀，我问的就是，你是男人，你要可以依靠，你靠什么活着？是靠自己的劳动吗？创造价值？不是，靠房子。有意思吗？画画，你说自己没学过，没有一个画画的名家是关起门来就自己在家憋着想，我要画，我要画，画出来名作了。不是说我想成为艺术家就是艺术家了，你得有追求的过程啊。我们都有梦想，但你得脚踏实地啊，你得靠谱啊。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上进两个字如果没有，这个人就不值得爱。男生，你说你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梦想，那你为了这个理想和梦想都做了什么呢？画呗，看到什么画什么。你的一天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？可以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早晨你要做早饭，然后送他上班，然后呢？做早饭，然后送他上班，然后我在家画。大概有多少个小时？4、5个小时吧。你会去请教老师吗？不会。一次都没有过？没有过。你真的是在追梦，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，还是只是一个借口？你在逃避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你真的要去面对的问题。这个女孩子爱你，她的这种爱是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得见的。她希望跟你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。当这个空间被别人侵占了的时候，带给她的是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。你应该记得她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下走过来的。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测试，人在危急情况下总是更容易结成伴侣，用2个人的力量去对抗这个危险。当这个危险解除的时候，他的其他的情感需求就会开始呈现出来，就不单单是我们要活下去这么简单了，他会需要更多，那个是正常的。2个伴侣在一起就是要相互信任、相互尊重、相互支持、相互关心，这才是伴侣。谢谢老师。一个女生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遭到父母的嫌弃，没有温暖，她喜欢上了一个杀人犯。当有人问那个女人说你怎么会喜欢上一个杀人犯的时候，她说至少他不嫌弃我。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回答。你们之间的爱情大概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，那就是至少他不打我。你们之间最初的结合可能就建立在这句话上。但是爱情不是一场拯救，如果最开始道义上的拯救成功了，彼此之间能够从这个拯救当中获得满足了，再向爱情发展的时候，他就过不去了。因为爱情不是拯救。我相信你应该是喜欢他的，但应该谈不上爱。不管你是如何解释，我们从你的陈述过程当中可以理解到你的别有用心和伪善。比如说那个8000块钱的按摩椅，再比如说你为了所谓的梦想而要一个女人来养你。爱他绝对不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，至少我不打你，你看跟你以前的那个男人相比，我有多么爱你。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，不会去触动他的过去。如果你要是真的爱他，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变，哪怕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。我不说你找工作，就参加一下那个培训班，可以为自己的爱人付出一些，为什么不去做？男人可以卑微，但是不能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志向。男人也可以有困难，但是不能让女人感觉不到希望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重复那句话，爱情不是拯救，爱不拯救也不被拯救，爱只是爱。我看这事儿其实咱就把它回归到生活最简单的就行了。如果你一个人的话，你没有女朋友，不准备成家，你可以维持你自己的所有状态。当你碰到了你爱的人的时候，要为那个爱的人去做调整。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那个爱可以继续延续下去。接下来的时间是给你们的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。谢谢你之前的爱，谢谢你的关心照顾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了，在我慢慢好起来的时候也是你一点一点陪我走过来。可是这个秘密就是心里的一个坎儿。你知道吗？我很爱你，我很想照顾你，
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对你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希望你还能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不管那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，好，我甚至现在不想知道。好，时间到，请亮灯。有一个小心愿分享一下。他说了，他不管箱子里面是什么，他说我还希望见到你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还真的希望你能出来，好吗？我其实大概感觉到了这个女孩的秘密是什么。我知道你把这个秘密说出来，你是想要一个彻底的了结。很显然，这个女生的很多情绪是因秘密而来的。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面对。来，两位，请进去，到各自出来的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留着你们各自的秘密。来，请关门。来，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看好他们吗？看好是支持，不看好是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有68.75%的现场观众觉得不在一起的可能性会非常大。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对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看的？来。首先我想说一下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男孩，因为刚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买按摩椅，我说哦，因为他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，比较孝顺，然后转过来他又说他在窥探那个拆迁款，所以我就各种不喜欢他。但是呢，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俩的结合就像是命中注定的那种，各种的因素促使他们在一起。希望这个男孩真正的能够为这个女孩去老老实实、勤勤恳恳的去找一份工作，去爱护她，然后去共同的努力。来，姑娘，你的选择是什么呀？我是比较赞成他们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男孩虽然是现在不太上进吧，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爱这个女孩。啊，你看到了爱哈。好，谢谢哈。我听这观众席里有人说气死了，来说说你为什么而生气吧。到最后60秒的时候，这个男的还一再强调我对你有多么多么的好，我对你付出了有多少多少，他完全都不在乎这个女生，然后还有他过去的感受。就是说他当时说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是觉得他完全在为他的懒惰在找借口，他完全就是不想出去工作，所以我觉得这种男生早翻了算了。我其实挺相信，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面能每天坚持4、5个小时的临摹的话，听他鬼扯了。好吧，姑娘，我们彼此保持自己的观点，但是我特别喜欢他把他的观点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他。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数数的方式来推开这扇门，一起来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。请开门。打工仔疯狂爱上女老板，就靠小小来养着你生活。就给他修卷了门，手还在上面呢，就是因为他的员工在下面，就急着关门要下班，然后就给夹在里面，直接拉下来了，把卷子门拉下来了，我手还在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因为这次事故让你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职业，对吗？对。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，你的男朋友每时每刻都看着你，每时神经质一样的，我想你自己也会疯掉。你拒绝我？你死定了！你是我的女人，你跑不掉了。门在哪儿啊？快让我跑！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欢迎收看《爱情保卫战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。我不关注他的秘密是什么，至少这个秘密你接受了。你可以告诉我你箱子里那个秘密是什么吗？我没有秘密。你面对他是没有秘密的。我知道我走远了，你已经走远了吗？我知道你自己承受了太多，这箱子里的东西对我和我对你的爱而言，这简直微不足道。我希望你回来。
你回来好吗？我真的爱你。编导，我上次丽丽还在，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些时间做一个考量啊。是她回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来吧。郝老师说的对啊，秘密嘛，打开之后也许就轻松了。你愿意打开你的秘密告诉大家吗？说吧。这是姑娘的秘密，你愿意说就说吧，姑娘。我说，刚认识你时，我还怀着前任的孩子，我2次流产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他原来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段日子非常虚弱。原来他是自己到医院去做了流产。其实你当时告诉我，我会跟你一起去承受这些，你知道吗？答应我别走了，不要再跟我分手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明天我去找工作，什么工作我都干，我绝对不在家了。好吗？我愿意为了你放弃我那些无理取闹的梦想，我再也不会那样了。我会做一个有上进心的男人，好吗？